嘿，大家伙早喽！2月1号星期四，新的一个月了。看，又跑到了这个跑步的人的雕像在这儿，车水马龙。早上5点36，新街桥这一片商店街还是一直车多人多。下雨了，昨天下了一夜的雨。所以今天没有带 Osmo Pocket 出来。上个月561公里收尾，确实跑不到600了。一般有比赛的这一周，如果是全力以赴的比赛，那至少影响前后加起来有6天左右的训练。今天还有轻微的肌肉的延迟性酸痛，而且这几天的训练我还没想好怎么安排。我想的就是大概轻松跑到回北京，不出意外就这样。又来跑大阪马拉松后30公里，其中的一段。我也总说2场比赛间隔不到1个月是有挑战的。这几天跟大家一起汇报我的调整和训练，主要是恢复状态，避免受伤，尽快从赛后的恢复期走出来，尽快开始准备，就是这样。行，那会儿亮点咱们再聊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我已经跑了快19公里了，基本上除了2个大折返没有跑到头，都是大阪马拉松后30公里沿线。一会儿前面到红绿灯右转，就又是那个大坡了。看这天还是阴沉沉的，湿度特别大。跑完比赛之后的恢复，其实我觉得这么几个事儿比较重要。第一个事儿是关于饮食，赛后当天中午可以多吃碳水，让身体尽快的把糖冲起来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很多小伙伴高强度训练或者比赛之后会感冒，会生病。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身体能量缺的太多了，导致呢它又有很多能量去修复你的比赛的损伤，免疫系统就停了那么一下。它停了那么一下以后，它就打破了一个微妙的平衡。比方说您感染了什么呼吸道病毒，它不能随着感染不能随着进入随着被免疫系统消灭。免疫系统停了这一会儿以后，再想消灭的时候发现完蛋，已经多了，就跟玩俄罗斯方块似的，对吧？已经消不过来了，就病了。要多喝水，让身体，因为水才能帮助身体代谢那些不要的东西。所以第一天这么吃，之后就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入，上坡了啊，开始。差不多连着吃3天，到今天第4天，就开始慢慢恢复到常规训练的饮食了。然后就是练，我其实觉得赛后第2天不要完全休息。我赛后第2天跑了11公里，轻松跑，很轻松的，不管是全马还是半马。因为赛后第2天你越休息越累。当然了，休息没有受伤的风险，练是有受伤的风险的。那就看您下边的计划是什么。像我下边的计划还有一场比赛，那我就不休息了，不能休息。我个人的感觉，当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，就是如果赛后你连着休2天，那你找回训练状态要晚至少3到4天。
因为你休完2天以后，第3天一跑，你会发现你根本就跑不动。我看跑团的小伙伴们也是，包括大黑猿先生，比赛完第2天都是不休息，但是强度会很低。至于跑多少呢？你们看我基本就是距离减半，然后强度减3到4成就行，就应该很舒适。而且其实最难受的、最累的不是跑完第2天，而是跑完第3天。就一般比赛不都是周日吗？就周2是最疲劳的，因为周1的时候兴奋劲还没过，而且延迟性的肌肉酸痛还没有完全来。周2会比较艰难，周3会开始好转。如果您是一场全力以赴的比赛，如果不是全力以赴的比赛无所谓。大家看去年我的东京马拉松，我跑的那个成绩和那个强度，对我来说就不是全力以赴的比赛，我之后就没什么影响，或者影响不大。这次虽然是个半马，但是我全力以赴了，所以我就会比较疲劳。关于练的第2部分，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训练节奏。我现在就是每次比赛之后和比赛之前，训练节奏会被打乱。比方说我是练4休1，现在我就在安排。目前的安排应该是这样的：这周日是休息，周日下午就去机场了，就回北京了。然后周1开始正常训练。回北京之后，这次会把训练时间往后错一错，大概比平时晚1个小时，甚至1个半小时，因为天亮的晚，而且还有可能回京前2、3天会有安排，比较忙。那大家看到的应该就会晚2个多小时，甚至3个小时，因为在这边跟大家还有1个小时的时差。现在是这边的7点08，北京的6点08。那如果回到北京呢？现在是7点08。哇，你们看这条路怎么骑上来呀？那边还是你看不见路，对不对？之后假设回北京的话，应该是8点多训练完。之后大家看到视频可能得中午或者下午了。不过呢，在找这个节奏，就是你总会影响2个节奏，比赛前的那一个周期和比赛后这个周期。我的经验是，赛后的第1天轻松跑，但是不要把它当成第1个训练日，也不要当成休息日。一般你可以连续跑4天，如果您是练4休1的话，你可以连续跑3到5天，找1天休息。如果您是练1周的话，那其实还好。练1周的话，那您就赛后这1周，您比方周末找1天休息，就差不多了。训练节奏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并不一定说你一定维持一个练4休1，或者练3休1，或者练6休1就能怎么样。你也可以很随意，比方说这次我练3天歇1天，之后练5天歇1天都没关系。但是马拉松这个事情，无论是早起，或者是您夜跑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抽出中午宝贵的时间，或者是呢，还有一方面就是连续练多少天休1天的这个规律，都是您在赛场上给您奠定信心的一个基础。包括雨天训练、雪天训练，并不是说冒着雨跑一次你就能进步，而是说在比赛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会再那么慌张。就像我们看人随着年龄增长，可能他不一定比年轻人有更多的成就，但是就没有那么慌张，就是因为看到的东西太多了。就跟马拉松一样，只争朝夕的一件事情。以年纪的进步，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这样，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，像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我看人家
跑了2-3年的人，我觉得，哎，我到2-3年的时候也挺厉害的了。但是其实根本不是这样。你到了以后，你发现，当时你眼中的那个大神，其实就是平平淡淡的跑了2-3年。那天有一位小伙伴说到我心里了，我跑步今年是第10年，还能 PB， 真的是荣幸至极。一般都已经比我跑得快了。像很多普通人都是有个天花板的，够到就不行。但是我今年5公里 PB 了，半马 PB 了，全马没有。10公里我不知道，因为10公里我从来没有过很认真的 PB。但是我印象中周日的比赛，我过10公里的时候是36分多，36分04好像是。我当时贴出了整个的公里时间，好像是。当时我还吓一跳，我说还挺快呀。我很多10公里都是半马跑的，很少刻意跑10公里。行吧，跟大家分享赛后的这些。回北京之后的安排，到时候再聊。反正我会尽量把时间往后错一点，这样天亮起来，想偶遇的小伙伴不用起那么早。就是朝阳公园、故宫或者是奥森，各地方打卡呗。你想这一年，今天是整整1周年了。整整1周年了，今天是2月1号，1年没回北京了。原来在北京的时候，去哪儿都觉得麻烦，不愿意坐车去。这次去奥森，然后呢，像故宫和朝阳公园都离我很近，跑着就去了。这周就努力调整身体状态就好了。还有关于免疫力生病这事儿，如果您到周3还没生病，比方周日是比赛，就别担心了，就正常生活没事了。比赛当天比方你要坐地铁疏散呀什么的，可以做防护。就普通的感冒也可能就挺难受的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如果您后边没比赛了就无所谓了。比方说，像我跑完这个月的大阪马拉松，我就彻底放假了，就恢复一个常规训练就好了。21公里了，行，那咱们训练之后聊了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2月1号星期四清晨7点20，训练结束。2月的第一天，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5分06，心率131，基本上就是匀速，先慢后快吧。我印象中是5分半起跑的第1公里，最快1公里4分38，算是差不多恢复过来，但是腿还是疼。就是你看，就大腿前侧的大肌肉会有延迟性的肌肉酸痛。再缓2天就好了。这一周都是恢复训练，不跑强度。之后周一早晨应该去不了奥森，因为周日挺晚才到北京。周一早晨可能天亮以后晚一点，跑哪儿呢？跑故宫转一圈呗，平安大街，然后再说。到时候回北京还再安排，还是挺兴奋的。1年没回家了，是不是？行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赛后的事情。就是您如果是全力以赴的参赛，确实消耗很大。像我们跑团Maki 先生，他比我年纪大好几岁，也是 PB 了，跑进了118，就很艰难跑完。因为他平常工作忙，训练倒是挺刻苦的，但是毕竟是像我，就是为什么这次很忐忑，就是速度能力确实会下降，你维持同一个速度，你的就会很难受。他说他跑完以后回家的路上，就在他说的地儿我不知道具体在哪，反正应该在大坡周围吧。说在一个公共卫生间，突然就面色苍白，然后肠胃难受，然后就躺在地上了，躺了好一会儿才好起来。如果是全力以赴的比赛，不管是半马、全马，甚至是5公里，消耗都挺大的。那次我们那5公里测试跑完以后，第2天我都觉得
都难受，一呼吸肋叉子都疼，是不是？就注意恢复。如果是就是以赛代练的比赛就无所谓，好吗？主要就是注意别受伤，别生病。至于怎么恢复跑这个事儿，不差这1-2天，真的，大多数都是心理问题，不差这1-2天。生病这事儿，其实您扛过前3-4天就没事了。如果还没事的话，受伤这事儿大概赛后10天甚至是2周都要相对注意一下，因为你的肌肉的疲劳和损伤您看不到，很多时候有小肌肉群的代偿，然后您就忽略它了，就有可能会受伤，好吗？大家都注意安全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冬训快到头了，眼看春节了，是不是？春节之后又开始进入备赛期，我们都一起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咱们明儿再见。